用100期视频讲解全部1376款红白机游戏。大家好，我是雷文，欢迎收看红白机游戏终极鉴赏系列。今天是第34期。上期介绍了《勇者斗恶龙3代》，提到游戏在日本的销量为380万份， NES 版也卖出了390万。实际上1988年发售的游戏虽然多，也不乏高质量的大作，但由于大环境的变化以及竞争对手新主机的发布，加上本身的竞争愈发激烈，除了《勇者斗恶龙3代》和《超级马里奥3代》这样的怪物级作品，真正在销量上排得上名次的并不多。如果单看在日本的数据，能够卖到50万份的都已经算是相当好的成绩了。今天我们接着来看1988年3月发售的游戏《猜谜杂志》第3号，这是 Sunsoft 在磁碟机上发行的《猜谜杂志》系列第3部，也是最后一部了。同样的是一个解谜小游戏的合集，本作收录了4个小游戏，外加2个杂志的附加互动内容。双六问答，通过扔骰子让赛车前进，然后回答一些问题，根据回答的结果看是否挣到了钱，通过挣到的钱维持赛车的燃油消耗。一个控制器最多4个人玩，没有时间的限制，也没有电脑玩家，因此更强调派对的属性。暴走的 Tomo 奖，这个小游戏和《猜谜杂志》2号里的 Tomo 爆破有着共同的主角，所以这属于是一部续作。这里 Tomo 奖不再扔炸弹了，而是要穿过满是平台的通道，到达最右侧的门即可过关。有4个关卡，有些地方有向上的箭头标记，会将 Tomo 奖的裙子吹起来。每个关卡最多只能在上面通过3次。少年侦探团，这个小游戏里的角色在《猜谜杂志》1号中也出现过，同样是文字冒险的形式，操作方式上是选择屏幕下方的指令。少年被独自关在一个房间里，他要充分利用房里的设备从里面逃出来。在这整个的系列里，这一个小游戏算是比较值得玩的。宾果小游戏，这种游戏在之前介绍过很多了，它是作为多人游戏的互动工具，随机抽取数字，一起游玩的朋友看谁能猜中。最后2个附加内容，第一个和之前的系列一样，读取来信并回复一些问题。第2个互动内容是针对第2部游戏当中推出的小工具绘制像素图片的比赛，这里公布收集到的作品和获奖的名单。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像素绘画比赛的优胜者是当时还在读高中的野上恒，他后来成为了动森的设计师之一。从小游戏的总体水平上来看，这作和第2部的素质差不多，也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个人评价2颗星。天才小钓手，这是一部漫改作品，原著也有翻译成钓鱼迷三平或者钓鱼郎。这是石口高雄创作的钓鱼题材漫画，1973年至1983年连载于讲谈社的周刊少年 Magazine， 动画片于80年到82年播出。游戏由 JVC 剑舞胜利娱乐开发和发行，除了红白机的版本，还有一个 MSX 版。游戏里三平参加一个世界钓鱼大赛，在5天的时间内钓到的鱼越重，排名就越高。虽然规则如此，但实际上是要钓到蓝色马林的鱼，它大于一切。一开始给自己的船起一个名字，然后出海，不同的大写英文字母表示不同的区域，选择一个前往，然后选择50或者80的鱼线，再选择一种鱼饵，就可以开始钓鱼了，等待上钩。同伴在旁边还会给予一些建议。当鱼上钩时，按方向键下，然后连着按 B 键收线。这时要观察画面顶部的2个蓝色三角形，右边的数字表示还有多远才能钓上来。通常不能一口气往上拉，鱼会一直挣扎。当2个三角形隔得太远，会变成黄色，然后变红。变红一段时间，鱼线就会断掉。控制好节奏才能成功。根据游戏的设置，同一个地点成功钓到鱼后，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再有，所以最好换一个地点。时间到达下午4点时，一天结束，开船自动返回。每天结束都会显示一个榜单，上面会有分数的排名，5天后查看最终的排名。据说这部漫画当年相当的畅销，但是我对钓鱼题材本身就兴趣不大，这样的漫改游戏更是没什么感觉。个人评价2颗星。拿破仑战记，由艾瑞姆发行的一款战略模拟游戏，
该作只发行了日版卡带。Bloodbound 曾经在同年8月份宣布要发行美版，但最终取消了计划。当时的战略模拟类型基本都是回合制，而本作是即时战略的玩法，显得相当稀有。游戏内重演了拿破仑1796年到1802年间的7场战役，意大利、埃及、奥斯特利茨、西班牙、奥地利、俄罗斯和莱比锡，赢得所有的战役通关。如果在某场战役中失败，拿破仑就被关在厄尔巴岛，开启第8个滑铁卢战役，获胜后即可复活。游戏一开始可以选择进行多项自定义的设置，种类繁多。每场战役开始前有简略的介绍和双方的实力对比。进入大地图后是一个俯视的场景，我方部队以蓝色表示，敌方是其他颜色。另外还有白色的中立部队，先接触到中立部队能收为己用。双方都有各自的基地，还有些其他的城镇建筑可以进行补给。每个小人都代表了一个部队，它都由不同数量和兵种构成。每隔一会儿，它会朝着面向自己的方位自己移动。按下 A 键调整箭头图案后，点击部队可以给它下达转向或者原地待命的命令，以此来操控所有的部队。不同的兵种有不同的属性，包括了体力、攻击力和机动力等等。除了普通的步兵，还有枪兵可以开枪射击，炮兵发射炮弹，工兵防御力高，手里拿的镐可以清除障碍，骑兵冲向敌人突破，但只能直线移动。另外还有下士官、士官和司令官3种军官。当我方部队和敌方在地图上接触时发生战斗，这时可以选择进入战斗模式或者自动战斗。如果选了自动战斗，画面的左右以文字呈现双方的兵种和每个兵种的兵力，自动消耗到一方获胜为止。当选择了进入战斗模式后，切换到战术页面，先从12种阵型里选一种布阵，然后切换战斗画面。这里按双方各兵种和数量呈现所有的士兵，这样的设计可以说相当的有野心，满屏的士兵看起来很过瘾。不过这也导致了游戏最大的问题，就是极难进行操控。这里实际游玩时，通常是直接消灭掉对方的指挥官。这款游戏的整体框架相当出色，当年放在红白机上显得很特别，不过很多的设计都过于超前了，好的想法没有得到良好的呈现，节奏太慢。大地图上人物不多的时候，操作还能勉强接受，切换战斗场景的控制就相当难受了。游戏的音乐和音效很有特色，开战时的号角，遭遇时的炮声让人印象深刻。个人评价3颗星。信长的野望全国版，光荣公司旗下的当家 IP 之一，经典的策略游戏系列。这部作品是整个系列的第2部，最早1986年10月发布在 PC88 上，后来陆续登陆到了各大平台。这也是该系列首次推出英文版本，红白机上有日版和美版，卡带的售价也来到了9800日元，属于当时最贵的一档。在销售的套装里，包含了一本80页的说明书，其中就有50个大名的人物传记，另外还有一张日本战国的地图。之所以叫做全国版，是因为前作并不包含整个日本地图。本作有2个模式，以信长出使的尾张为中心的17国模式和统一全国的50国模式，最大玩家人数为8人，可以在全部的50个大名里选择游玩。大名初始的5项属性值能在一定范围内随机反复扔骰子直到满意为止。5个属性分别是健康、野心、运气、魅力和智力。进入游戏后，每个大名执行指令是轮流进行的。如果大名去世，这里还没有继承人的设计，游戏会直接结束。内政指令有4项，分别是开垦土地、防洪、城镇发展和施舍，还可以向商家借钱、买卖大米和购买武器，价格也会随机波动。除了内政，也有招募士兵、训练、派遣忍者进行纪律、联姻同盟等该系列中基本的内容。进入核战时切换到战斗的场景，双方最多各有5个部队，消灭第1部队获胜，或者第1部队的粮食耗尽。如果大名本人在营地中，每个部队的战斗力都会翻倍。每个单位一次只能移动1格，相邻才可以攻击，并且不能在同一回合中同时移动和攻击。部队的种类分为足轻队、骑马队和铁炮队3种，配置基本上是固定的。
本作还首次引入了像本能寺之变这样的历史事件，满足某些条件就能触发。应该说，这部信长野望奠定了整个系列的基础玩法，核心的内容一直延续到今天。但由于是早期的作品，很多设定现在看来是有些问题的。比如，由于剧本设置的原因，很多历史上不在一个时期出现的人物被安排在了一起，也出现了6岁的小学生大名。当然，现在该系列的一些虚构剧本当中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回合数和规则的限制，弱小的大名几乎没有游玩的价值，也不太可能逆袭，还有暗杀成功率太高，联盟难以使用这种平衡性的问题。此外，红白机的版本指令交互界面显得相当的落后，十分繁琐，完全不像这个时代的作品。虽然本作在当时的素质很不错，但如果想要怀旧体验的话，后来也有大量的重制版可以选择，完全没有必要用这个版本。个人评价2星半。战斗高尔夫，这是 SNK 的高尔夫游戏，最先发行的是街机版，后来移植到红白机上。不过2个端口的发布时间间隔不长，红白机上有日美欧3个版本，美版的游戏名是里特雷维诺的战斗高尔夫，由里特雷维诺的代言，他是美国退役的职业高尔夫球手，被认为是高尔夫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1981年入选世界高尔夫名人堂，职业生涯中赢得了6个大满贯和29个巡回赛的冠军。这部高尔夫游戏最大的特点是可以选人，能在4个选手当中选择。特勒维诺只在美版中出现，游戏里被称为 Super Max， 这是他的绰号，其他的版本中被替换成了别的角色。4个选手都有各自的优缺点，比如有的击球距离远，有的擅长控制。可以4个人同时游戏，有3个游戏模式，比杆数、逐动赛和练习模式。选择好自己控制的人物后，有美国公开赛和日本公开赛2个球场。开始比赛后的界面，左侧是俯视的全景图，右侧是人物击球的画面，但这个视图的布局是可以切换的，人物也可以出现在左侧的小图里。按 B 键切换到不同的模式，按一下是瞄准模式，然后方向键调整瞄准的方位，再次按 B 键是选择球杆模式，再按一次回到击球模式， A 键击球，再次按下确认力度和弧度。这个操作和其他的高尔夫游戏是相同的。和之前红白机上的高尔夫游戏比起来，除了角色的选择之外，没有太多的发展和变化，但也没有什么大的缺陷，各项设计都比较扎实，场地的构造、人物操作、对不同球杆和不同地形的模拟都做得很到位。个人评价3颗星。义无反顾侦探团霸恶怒组摩天狼的挑战书。这游戏的名字是真的长，本作是根据一部少儿喜剧侦探连续剧改编的，剧名是义无反顾侦探团霸恶怒组，于1987年在富士电视台播出，共有50集。电视剧讲述了足早小学5年3组的5个好友，在计算机上创造了一个虚构的怪物摩天狼。在一天晚上，摩天狼突然活了过来，出现在现实当中，于是他们组成了侦探小组，开始探索和摩天狼相关的谜题。后来发现这个摩天狼与他们新来的洛河老师有很多共同的特点。本作是横版动作冒险类型，游戏的一开始为了加入侦探团，需要接受2项入团考验。第一个为了证明有聪明的头脑，要根据画面中间出现的人物图片顺序，将其正确的排列出来。第二个要证明有足够的身体敏捷性，接住摩天狼从空中扔下的玫瑰花。通过测试后，开始正式的冒险。根据无线电通信器发出的情报，按照提示在城镇的横版场景里探索。左上方一排红色的球是血量，下方一排白色的小球是工具的电量。有些工具如金属探测器、手电筒这些会消耗电量。右上角是不同的工具，弹弓是攻击武器，用于攻击敌人。其他的工具根据提示信息在特定的地点合理的使用，以便推进游戏的进展。一些像警察局、学校这样的建筑可以进入对话获得信息。大致的流程是获得暗号卡片，使用物品暗号卡片对信息进行解读，找到手电筒，前往下水道探索，找到绳子和2把钥匙，最后发现敌人的巢穴并击败 BOSS。
作为万代出品的游戏，主要的对象还是面对原著的粉丝，游戏内的各个设计也都忠实地再现了原著。作为一个横版动作结合解谜的游戏来看，谜题设计的不好，重复性强，也缺乏深度，整个的流程也没有什么自由度，基本上就是跟着提示一步步的走。动作部分操作的手感不佳，响应有些延迟，画面和音乐也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总的来说是一部只适合当时原著粉丝的作品，个人评价2颗星。瓦德纳森林原版是泰东1987年发布的街机游戏，不久后就移植到红白机上，发布了磁盘版，后来还出了 MD 版本，本来还有一个 PCE 版，但据说是因为素质太低，最终没有发布。几个版本之间玩法上都有些差异。背景很简单，红白机的版本故事是阿拉莫德王子的女朋友布丁公主被邪恶的巫师守卫者绑架，主角前往拯救。游戏是传统的横版平台动作类型，和街机的祭死设定不同，这里的主角有血量的设计，攻击方式是发射火焰魔法，消灭敌人会掉落小球，通过收集小球可以升级发射火焰的数量和威力，有的地方能获得大球，敌人也可能掉落钱袋，加上沿途获得的宝箱积累金钱。在每关结束后前往商店，商店里有3种另外类型的攻击方式，星之剑、月之剑和太阳之剑，另外还有炸弹、回复时间和回复血量的道具，都可以花钱购买。总共6个关卡，前面的5个关卡末尾的敌人都是一条龙，从强度上来看也不算 BOSS， 所以只有最后一关的一个 BOSS。 游戏的风格有些阴森，室外都是黑色的背景，很多敌人的外形比较诡异，音乐风格也配合这样的氛围，当时很多人把它拿来和魔界村进行比较。另外关卡的设计相当复杂，虽然流程不长，但每一关里的平台、机关和陷阱的种类繁多，基本上都不带重样的，风格有些像90年代之后的平台动作游戏。还有些奇怪的设计，比如第2关会遇到一个小妖精，如果主角不死，他会一直跟着。这关末尾开门救出假的公主，等半天都没有反应，然后突然变成一个怪物。第4关里有一个被关着的怪物，可以帮主角抄近路。游戏在角色动作的操控性上做得不算太好，跳跃的过程很缓慢，而且始终是一个高度，在大量的平台地方很考验耐性。相比街机版的祭死设计，这里的难度要低一些，不过还是有挑战性的，一些地方需要背板才能通过。画质水准一般， BGM 的曲目较少，总的来说没有特别出彩，但也不算太差。游戏评价2星半。狙击13第1章诸神的黄昏，根据齐藤龙夫的漫画改编的游戏，漫画名也翻译为骷髅13。1968年11月起在小学馆的 Big Comic 连载，至今已经超过了50年，还在继续。2021年发射第201册，打破了乌龙派出所200册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了出版册数最多的单一漫画，也有动画和剧场版。1973年还有一部高仓健主演的电影。红白机的游戏由东海开发发行，有日版和美版。骷髅13是主角的代号，真名不详，假名的音译为迪克东乡，是世界超一流的狙击手。游戏里的故事为原创，日版讲述了主角与企图统治世界的新纳粹组织的对抗。美版为了避免敏感的信息，将敌方组织的名称改为了 Drac。 开场的情节，一架运送细菌武器的中情局直升机在纽约自由女神像的上空神秘爆炸，疫苗被人偷走。基本上这是一个横版动作的类型，中间结合了冒险元素、3D 射击和3D 地牢等等，总共有13个关卡。每关开始和中间以电影镜头的手法呈现一些故事情节。横版场景里，主角会悠闲地慢慢前进，不能跑步。画面左上角 L 表示人物的生命值，随着时间逐渐消耗。 B 表示武器的子弹数，一开始为0，通过消灭敌人恢复生命值并获得弹药。射击敌人后，对方的身体会爆炸。实际上，主角的飞踢比射击更强，甚至连子弹都可以踢落。中途会被毫无征兆地拖入第一人称视角的射击。第2关开始变成开飞机的射击类型，生命和子弹数的原理与第1关一样，也会在第一人称的模式之间切换。之后还有一段狙击枪的射击。
第3关开始是在水下的场景横版射击，原理也是一样，也会切换到第一人称。这关里还穿插了 3D 迷宫的场景，在这里探索，同时躲避陷阱，用手雷炸开通路，偶尔会出现敌人。整个的流程基本上就是在这些模式之间切换。后面随着剧情的发展，还会来到柏林、雅典、里约和位于南极洲海岸附近的亚历山大岛。最终的 BOSS 是希特勒的大脑和他的克隆军队。这部作品里花里胡哨的内容不少，其中电影化的情节叙述算是比较有特色的内容，硬派的风格也贴合原著。动作部分做得很差，人物射击动作僵硬，跳跃也难以控制。一些需要探索的部分，包括 3D 迷宫都缺少指引，需要反复的试错，导致节奏较慢，而且难度不低，画面水准也不高。游戏评价2颗星。奥林帕斯之战：爱的传说由 Infinity 开发的一款动作角色扮演作品，开发团队只有3个人，这是该公司的第1款游戏。日版由 Imagineer 发行，美版由 Bloodbound 发行，欧版任天堂发行。基本上它模仿了《塞尔达传说2：林克的冒险》。游戏以希腊神话传说为背景，很久以前人和神还住在一起。在人类居住的阿卡迪亚，俄尔普斯的情人海伦被毒蛇咬住，失去了生命。爱神阿弗洛狄特告诉他，海伦是被死神哈迪斯带走，哈迪斯变成了一条毒蛇，夺走了海伦的灵魂。在这句话的指引下，俄尔普斯开始了他的冒险。在横版的场景里，开始可以进入房间对话，获得信息。初始的武器是一根棍子，消灭敌人掉落红色的圆球，被称为橄榄果，是游戏里的货币。消灭金牛座后，拜见宙斯，见到神要手动控制下跪。宙斯鼓励众神给予俄尔普斯力量，通过拜见众神，逐步获得更强的武器、盾牌和特殊的道具。旅行到新的区域时，会在大地图上显示闪烁的地名。接着找雅典娜获得盾牌，之后可以抵御远程的物理攻击。在此之前，人物的图形是有一个盾牌的，但它只是装饰品。之后获得金龙的法杖，满足条件时可以释放普罗米修斯之火，还能清除某些障碍，照亮洞穴。按照这个模式推进游戏的进展，有些内容是非线性的，还有一些可选的支线任务，可以让后期的战斗更加轻松。获得神的食物，生命最大值提升。后期可以获得的武器还有一把攻击力更高的剑，最强的神剑能释放阿尔戈斯之力的闪电攻击。装备除了一开始的盾牌，还能获得抵御火焰的皮肤。赫尔墨斯的鞋子增加跳跃力，力量手镯攻击力翻倍，并能配合闪电攻击。其他的特殊物品还有阿波罗的竖琴，能召唤天马进行传送，寻找隐藏入口的水晶球，召唤海豚的陶笛，储存花蜜恢复生命的特洛伊瓶，和召唤月亮的水晶。这部作品用希腊神话为主题，包括故事和各种角色的形象都取自神话传说。在当时，这种题材很受日本玩家的喜爱。动作部分做得也不错，操作流畅，但武器近战的攻击距离很短，特别是一开始没有远程攻击能力的时候，击打一些小型的敌人很费劲。场景的绘制算是精细，大型怪物画得很好，部分角色粗糙了些，音乐也符合氛围。总体上来说，虽然没有什么太大的突破，但基本素质还是不错的，个人评价3星半。武田信玄由 Hotbit 发行的一款策略模拟游戏，好像在这个时间 FC 上迎来了这类游戏的潮流。游戏里的时间从1541年11月开始，前面的内容基本遵循历史的进程。第一部分发展内政富国强军，征服甲斐周边的13个国。第二部分与上杉谦信在川中岛合战。第三部分变成假想的历史，关原之战的对战双方变成了织田和武田，所以在关原战胜信长即为完成统一大业。进入后的指令界面显得很复杂，大体上和信长野望类似，上方是地图，下方是可选的指令。这里每一个回合是1个月。因为后期的内容基本全是战争，所以游戏最主要的就是要不断扩充军事实力。另外，军队的强度取决于大名的等级，初始情况下信玄的等级是最低的，实力远远弱于周边的大名。虽然也有开发矿山、耕地、交易买卖这些发展经济的指令，
但按照正常的方式发展，几乎不可能生存下来。实际游玩的方法是一开始就征兵打仗，然后反复利用密码保存机制的缺陷来复活部队。在执行指令前，还有一个百分比的选择，以5%为一个单位，百分比越高，花的钱越多，获得的效果也就更大。战斗分为野战和攻城战，先打野战，获胜后攻城战占领土地，但也有可能在野战中直接获胜。兵种分为骑马、铁炮、弓箭、枪兵和卒轻5种。骑马队每回合行动2次，铁炮队和弓箭队都能远程攻击，弓箭的射程比较短。战斗获胜，信玄会升级，同时能获得大量的金钱和粮食。因此，通关的唯一策略就是在自己的领地内横征暴敛，然后以战养战，最后完成统一大业。第二部分川中岛合战和第三部分关原合战前，都有一个排兵布阵的环节，要分别和上山、织田进行7场战斗，7局4胜制。作为一款战略模拟游戏，当数值的设计问题导致完全失去了平衡性，它就已经失败了。本作里所有的内政内容基本全是摆设，加上本身密码保存的缺陷，让游戏的进程彻底违背了设计的意图。个人评价1星半。不动明王传，东兴开发、泰东发行的平台动作游戏，它是第一款使用3兆容量的卡带。本作在系统上遵循了之前泰东自家的影之传说，同时加入了各种新的元素，有日版和美版。美版的游戏名直译叫做恶魔之剑，两个版本相差较大，日版比美版多了6个关卡和几个 BOSS， 同时日版有更多种类的敌方角色、道具和场景。美版里有生命血条，远程武器只有手里剑，但可以升级威力。大致来说，美版相当于阉割过的，下面以日版来介绍。古印度流传下来的灵宝、七之刀和宝珠，它们被分成4个部分，封印在比瑞山的冥王堂。密谋统治世界的黑翁支配12邪鬼偷走了宝珠，并带走了巫女小叶。继承了不动明王血统的阿什拉纳塔前往营救小叶并夺回宝珠。和影之传说有类似的操作方式和手感。日版里是祭死的设定，主角跳跃力很强，按方向键上跳跃， A 键挥舞七之刀近身攻击，一开始刀身很短， B 键使用远程投掷武器。游戏最大的特色是有着相当丰富的道具和忍术。首先是远程投掷武器，共有10种，除了一开始的白玉，其他的每击败一个 BOSS 都会获得1种，消灭第一个 BOSS 获得红玉，相当于强化的白玉，射程更远，有穿透的效果。后面会得到念珠、血玉、火焰弹等6种，都是针对特定类型的敌人有3倍的伤害。最后2个念动波1和2是最强的2种远程武器。画面下方黄色方形图案的几个道具属于自动消耗物品，在场景中收集后储存数量，需要时自动使用。第一个是替身之术，受到伤害自动消耗，相当于续命的血量。第二个黄金的孔雀，掉进无底洞时被孔雀拉起来，还能飞行一段。般若门钥匙，进入般若门所必须的消耗品。火炬，如果来到地狱界，用于照亮周围的环境。还有一个玉札，保护自己免受难以看见的敌人的伤害。美版里的这类道具替换成了红黑2种玉，增加生命值。还有10种计时消耗的忍术或道具，包括4项发射的阿修罗之术，增加移动和跳跃力的飞翔脚，持续挥舞剑的风车斩，影分身和龙神变化等等。最后一类叫做单发道具，获得后可以储存，但只能用1次，分为进攻系统和辅助系统，也有10种类型，包括可以飞行的飞翔之术，发出龙卷风的风神之术，停止屏幕上所有敌人移动的念缚之术，还有神火之术、雷神之术等等。关卡分成了4个阶段，前3个阶段每个又分成了4个小关，每个小关末尾都有 BOSS， 充分利用好各类物品是击败每个区域 BOSS 的关键。前3个阶段的末尾消灭 BOSS 之后，都会得到七之刀刀身的一个部分，攻击范围也会变大。最后一个阶段只有一个黄泉之国，面对最终的 BOSS 黑翁。这款游戏本身基于影之传说的系统，基本品质已经被验证过了，得益于大容量的卡带、多样化的道具，可玩元素更加丰富。每个 BOSS 的设计也很有特点，都不好对付，打起来时间比较长。虽然日版里是祭死设定，
但实际基本不可能无伤，需要在游戏里收集很多的替身给自己续命，有时不得不重复刷怪。近战攻击的威力比影之传说里弱了很多，特别是短刀的时候。操控上，跳跃时按反方向会停止跳跃并落在那个位置，这时会变成火把子，这个设计有些问题，但总的来说这还是一部相当有可玩性的作品，个人评价4颗星。海战指挥官 ASCII 发行了一款海战题材的战略模拟游戏，这是红白机上首款这类题材的作品。随卡带同捆发售的还有一张战略地图和舰队的塑料模型，用于游玩时在地图上同步摆放。本作的模式很单一，开始的画面有开始游戏和 Turbo 文件。Turbo 文件是使用 ASCII 专用的外设存档设备保存和继续游戏，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后来的记忆卡，但它只能用于自家出品的游戏。进入后不能选择战役，也不能选择势力。对阵的双方叫做 Proton 和 Argon。虽然是虚构的，但从舰队的一些名字就能看出是日本和美国在2战太平洋战争的某场战役。我方是 Proton， 也就是日本，舰队和基地都在地图的下方，用蓝色图案表示。敌方是红色，我方有11艘战舰和7架飞机，包括战列舰大和、长门、潜水艇玉高、赤城和加贺2艘航母等等。飞机开始都有航母运送，有不同型号的战斗机和轰炸机。所有的单位每回合都只能移动1次，也能查看它们更详细的参数，包括速度、射程、命中率和耐久。按 A 键选择单位执行移动和查看信息等指令。每回合移动的范围取决于速度，飞机和潜艇的移动都需要消耗燃料，需要定期补充。当轮到电脑的回合时，一开始没有发现敌人，对方的行动是不会出现在地图上的。控制我方部队往北移动几个回合之后，和敌方相遇，对方的红色部队就会呈现在地图上。当一个单位的移动结束时，如果双方单位在射程内，会自动开始战斗。这时出现一个简短的战斗动画，画面上半部分展示双方单位的耐久值、攻击力和命中率。耐久消耗完就表示击破。游戏没有什么高深的策略，基本上移动到地图中央的岛就开始和敌方相遇，优先干掉对方的航母，然后是攻击力高的战舰，集中兵力逐个击破，最后去地图北边摧毁对方的基地。这部作品内容和玩法单一，素质上倒是中规中矩，也没有太多新颖的部分。玩上一段时间之后就没有什么新鲜感了。但作为红白机上首款这个题材的战略游戏，在当年如果是偏爱这类游戏的玩家，还是有尝试的价值。个人评价2星半。高校生极乐传说，这是一部漫改作品，漫画名 Bebop High School， 1983年到2003年连载于讲谈社的周刊 Young Magazine， 属于洋基漫画的类型，也就是以不良少年为主题。漫画主要围绕着高中不良少年2人组加藤浩志和中间彻的日常生活，后来也有动画和电视剧。游戏是一个喜剧的冒险类型，主题是2个主角要找到被某人带走的前川真悟的下落。开始在2个主角中选择一个游戏，2个人的区别是达成好结局的时间限制不同，一个是6天，一个是7天。开场就逃学，在街上闲逛，俯视角的场景控制人物移动，路上遇到不同的 NPC， 切换成第一人称冒险视角，通过选择指令操作，对话收集信息，推进情节。可选的指令有普通的对话、威胁、请求、喝咖啡、打架等等。到达特定的地点也能执行探索和调查这类指令。画面左侧的几个圆球是体力值，如果打架输了会损失体力。再往下是当天的运气，每天去神社祈祷以增加自己的运势，这在游戏里非常重要，它影响收集情报的效果，并直接决定打架的胜负。如果遇到了其他不良少年，有可能会打架，运气也会被消耗，还会浪费时间。无意义的战斗要尽量避免，但有时必须得把对方打赢，才能获得有用的信息和推进情节。可以闲逛的区域分成了几个，基本上是几个不同学校附近的区域。最后的结尾找到真悟，他因为见了别人的女朋友而引起了对方的不满，将他关进公寓。但后来真悟把自己的女朋友也介绍给了对方，2人成了好友。到此游戏结束。
实际上，在这个游戏里，自己探索、漫无目的的闲逛也可以玩，但很多的事件就无法发生。真要完成整个故事并达成结局，还是得配合查看攻略。独特的主题和搞笑的氛围比较有特色，即便不是原著的粉丝也能玩得进去。游戏评价3颗星。魔蛇王之咒由水晶软件开发的一款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原版1986年9月发布在 PC 端口，红白机上只有磁盘版，由 BossTech 发行。游戏的目标是控制勇者，打败魔王阿斯皮克，营救公主，解除魔神王的诅咒。探索的大地图是俯视角，进入建筑和迷宫后变成第一人称的 3D 地牢形式，包括一开始国王的城堡。在大地图上移动到边缘，画面才会滚动。遇到农民可以互相交谈，遇到战士除了交谈之外还可以与之战斗。对话可以招募战士成为队员，最多3个团队成员。通过到寺庙提升 HP 和 MP 的最大值，在这里还可以进行恢复和复活。实际上城堡附近没有真正的敌人，到其他的区域才算是开始。遇到怪物也会出现交谈、战斗和逃跑的选项。如果选择了战斗，从队员中选择一个，画面切换到横版的形式，下方显示各项参数，包括 HP、MP、经验值、Power 是攻击力， Lim 是体力值的上限。控制人物 A 键攻击，学会魔法后按 B 键释放，方向键上跳跃。基本上战斗只有一个套路，用剑将敌方压制，然后逼到板边。战斗中也能交换成员，出场的人员可以分享经验值。游戏里没有什么装备，人物也没有等级，每积累一定的经验值，提升1点 Power 攻击力。消灭敌人也没有钱，唯一获得金钱的方式是在地牢中打开宝箱。整个的流程要先完成3个大的区域，分别是海之世界、沙之世界。通过洞窟进入魔界，清除这些地方的地牢，在魔界面对 BOSS 魔蛇王，将它消灭。到这里游戏并没有结束，回到城堡后，勇者被国王背叛并被驱逐出城堡，因为他受到了阿斯皮克的诅咒。在愤怒的驱使下，勇者以怪物为同伴袭击了城堡，杀死国王并偷走了公主。但回到阿斯皮克塔之后，他的身心都变成了阿斯皮克。事实上，阿斯皮克是一条拥有永生的被诅咒的蛇，他是一个恶魔的化身，通过转移杀害他的人的灵魂并夺走他的身心生存下来。除了最后的这个反转的结局，这部作品没有什么亮眼的地方，内容并不丰富，地牢做得不太好，战斗相当单调，画面和音乐也是早期电脑游戏的水平。个人评价2颗星。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喜欢，还请多多支持，咱们下期再见。